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在进行这个高峰会的前夕双方其实都在堆叠谈判的筹码。那其中呢，在科技竞争这个领域呢，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这样。说美国商务部呢，最近向好几家企业发出了通知函，特别针对了大陆的华虹半导体旗下的2座工厂，寄出新的出口限制。限制出口的范围涵盖了设备还有相关的半导体材料。那报道还指出呢，这些设施可能还涉及中方最先进制程的晶片生产。而被通知的美方企业呢，包括了一些在中国大陆拥有庞大业务的设备大厂，比如说像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就是科磊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大厂。那有分析也指出呢，华虹集团旗下的华力微电子正准备在上海厂导入7奈米制程，并且呢已经开发出可用在 AI 晶片的先进制造技术。目前提到了7奈米呢，中国大陆只有中芯国际是具有7奈米量产的能力，所以分析也认为，美方这次祭出这个出口限制的措施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相关设备流向华力，还有阻断中国大陆呢推动的科技自主化，尤其是在先进制程的突破。这个部分吴老师专业，因为3月份我知道您才特别去了一趟 Semicon China 去看了这个展那对于大陆目前在半导体科技自主的发展上面，应该是非常了解。我想请教老师对于华虹这一家的公司的了解是？华虹很有名嘛，他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来这个筹备组织的这样子。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华力微电子，它就有点诟病。所以如果拿中芯跟华虹这2个集团来比较，中芯比较像民间，因为是这个台湾最早那个张汝京去把它设立嘛，所以中芯比较像民间的厂。那华虹呢，并了华力以后，这整个集团比较有国家大基金和上海市政府的基金在里面，所以它比较有国营的色彩。我认识一位这个半导体的厂商是台商了因为他这2家他的供货，他这2家厂商他都进去过，所以去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带我去逛一逛华虹外面新的厂的建设我说你觉得华虹跟中芯有什么差别？他说一个国营跟民营差别很大。我说差在哪？他说我进去看就看出来，因为国营的财力比较雄厚，所以厂房就比较空间就比较大。那中芯因为是民间就比较拥挤，什么东西都堆得满满的呢，它就代表不同的个性。可是你刚刚提到说美国要制裁它，其实我都觉得有点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业界很早知道，华虹也在努力要争取追上中芯，要生产这个在7奈米做突破，对，要做比较先进的。那所以很多媒体都说这表示美国要开始连成熟制程也要来钳制中国，其实不对。那不是因为华虹做成熟制程，而是华虹也要做先进制程。所以你刚刚讲先进制程是对的，但是美国现在来做这个有点慢，因为它已经开始动作了。那很多的设备呢，7奈米是一个美国划定的红线，美国就像14奈米以下。你刚刚讲的 Applied Materials 就应用材料KLA 科磊Lam Research 这些都不可以卖设备给中国大陆。可是坦白讲，现在已经有卖，因为该买的很早之前已经买过了，现在才禁止，他已经买到了。他现在这样做只会拖慢它的速度而已，并不会拖慢一点，但是有很多的软体材料零组件，现在才禁止，其实真的慢了一点。真正中国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过很多次的光刻机嘛。那光刻机以外的设备，大概到了14奈米，中国差不多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差不多没有100%，是差不多了。所以它现在来钳制它，我觉得其实已经慢一点，而且也不是为了成熟制程，是为了先进制程。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努力做出7奈米的，有中芯也有华虹一起来做，这个量才比较够大。依照老师的了解是说，中国大陆因为其实这2年其实一直在面对美方的这种科技围堵就是想方设法的卡住脖子或甚至让你掐住你，好像不能让你呼吸一样。可是他们也看到是说，中方的半导体业者、科技产业不断在突围他们突围的方式，根据你的了解。因为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如果你把它想象一条链，也可以想象一个网，也可以，这里面太多的重要节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卡脖子的 choking point， 对，每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它每个地方都要去突破。所以中国大陆就是全国一盘棋，北可能到什么哈尔滨工业大学到浙江大学南部到深圳各种科研机构西到武汉、成都，所有的科研机构、大学，通通都来去分担其中一部分，把这整个供应链、整个供应网。都通通建立起来，就是用这个方法，一步一脚印，这没有什么能够这个取巧的或什么捷径，就是一步一脚印一直来做。那中国大陆的优势是因为它市场很大。我曾经访问过那个发展那个湿式的光刻机的林本坚，我的大学长，他就一直强调一句话说，发展半导体一定要有量。
要有量。当时我还听不懂他什么意思，在好几年前我访问他，后来我就懂了。当你有很大的市场的需求的时候，你很大量去生产，一开始确实良率不高哦，可能就成本效益比较差。可是你一直有量，一直生产，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做得越来越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不知道你在家里说要做饭，我就做番茄炒蛋。我每天炒一次，我炒了100次，我也会越炒越好。学习曲线，它就是慢慢累积这个经验。你就有一天就发觉，原来我蛋就这个时候放，火就这么大，盐就搁这么多，它就变得很好。半导体虽然不是这么简单，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要不停的去试做。那中国大陆因为量很大，所以它就不停的试做的结果呢，它就累积越来越多经验，良率就会提升。对，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优势。缺点就是它有些设备，我刚刚讲光刻机相关的设备、相关的材料，现在是比较弱势一点。对，其实不只是硬体啊，等一下也特别请教您在软体上面您的观察哈。那我们说到软体啊，其实路透最近也披露说，包括像是字节跳动啊、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陆顶尖的网络企业哈，最近也已经主动联系华为，要洽谈新的晶片订单。那尤其我们知道最近呢，辉达的H200啊，目前仍然卡关中哈，也使得华为的 AI 晶片今年销售呢，渴望大幅成长至少60%，有机会要居中国大陆的市占龙头。另一方面呢，云端运算还有 GPU 租赁服务业者啊，也都同步抢进，要争取华为的配额，因为这个生产额度有限哈，所以要争取来。那像是 DeepSeek 呢，就决定把他们的最新 V4 V4 的这个模型呢，专门针对华为升腾晶片来进行优化，而这些动态呢，都被外界解读是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战略性正在逐渐摆脱对美国半导体依赖的重要讯号。DeepSeek 也承认啊，在产能提升前，相关的限制仍然会存在，反映出大陆现在国产的高阶 AI 晶片供应吃紧的现状。所以中方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本土大语言模型 AI 也好 ，AI 晶片也好，形塑出了一个自主发展是持续，现在不靠美国科技也能照样突破的荣景哈，这个大使怎么样解读啊？目前外界是说逐渐摆脱了被美国卡脖子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信号很重要，您怎么看？我想大概15里面最重要发展产业就 AI 产业了，所以这个是全国一盘棋嘛，然后中央做一个总的调度哈调配。那我想目标就是整个 AI 产业哈达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一步一步配套都在做。那其实这个 AI 产业它有分开应该2个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部分，也就是 AI 晶片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算法的部分，也就是大模型的发展。那中国大陆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它最主要它在算力的方面，它需求降很多，所以就变成事实上算力的发展啊，所以大模型的发展，事实上它也在跟大陆上在算力上稍趋于劣势这个现实双方在配合，所以你记得当时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其他的这些美国的大模型股票大跌，而是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 NVIDIA 大跌掉了好像1-2成啊，股价跌掉1-2，最主要因为它的算法不一样，算力需求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整体在发展的，就是说。你在发展算法的时候，你也配合你算力的现况，所以两者互相相辅相成。那就算力部分，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这个被美国卡得很厉害啊，那尤其是光刻机不给，你看现在这个华映要发展啊，它也限制，尤其在这个制造设备上，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在7奈米这个关卡上面在挣扎。那你现在你要再往下5奈米2奈米的话，那显然受限，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必须要保住这个7奈米，尤其这个华为为主的这样子的算力晶片方面的 AI 晶片方面的发展。那所以对于 H200，中国大陆并没有很欢迎，政府从政策上就不是很欢迎，目前持续卡关中啊，对，就不是很欢迎啊，所以就基本上那个市场，刚刚那个这吴博士也提到，其实市场。这个量很重要，所以就给了华为一个发展中国市场很好的机会。所以今年它的成长可能是达60%，大概整个市场规模估计是120亿美元，那会使华为成为中国大陆发展 AI 算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焦点。那在这个规模跟这种市场跟规模来保持它的这个动能。
那我想再配合中国大陆像这个 DeepSeek 啊，还有这个 Oven 3.5 Kimi 哈这些大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模型啊，那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 AI 的整体的发展啊，是可以说是有维持相当强的竞争力。因为美国本来是打的如意算盘，就是透过这个辉达卡住你，然后呢让你没有办法这个发展。可是呢，这个空窗没有想到被华为补上了哈。那刚才也特别提到说，像吴老师也点到，就是原先的 EUV 也被卡住，那现在就想办法用 DUV 不断的去在这个学习当中去突破创新。那老师又怎么看呢？有没有什么补充？那个4月15号，黄仁勋接受那个矽谷一个印度裔的年轻人，25岁 Rakesh Patel 吧，应该这样念。是。那里面黄仁勋提到说，我最担心就是中国大陆用自己的晶片，这个就是硬体啊，发展出自己的 AI 大模型软体嘛，结果没想到就是不到9天，4月24号 DeepSeek 就发布了它的4.0，然后它用的呢就是华为，对，华为那个升腾90，对，90 ，exactly 就是黄仁勋所担心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的主要战场是 AI， 但是 AI 最重要的硬体工具是晶片，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AI 的这个发展。不过如果很持平的讲，即使 DeepSeek 发展了4.0出来，如果整个 performance 比美国那几个大模型还稍微差一点，但它能够用自己的晶片来发展出，虽然还差一点，可能落后3到6个月，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突破，大概就回应你的问题呢。对，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看您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辉达，就是像黄仁勋所预言的，几乎他所担忧的都发生了哈。而且那确实现在 H200卡关中哈。那你说先前呢，根据路透的报道说，虽然辉达已经取得了这个美国的许可，哈，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把 H200销售到中国大陆去，但是实际上呢，现在的出货仍然卡在监管还有通关的流程，而且到现在为止呢，根据我们的了解是都还没有放行。那市场人士也指出啊，北京同时要求企业必须要优先采购大陆的本土晶片，当然这也使得辉达在拓展市场方面呢，面对更多的限制。好。其实黄仁勋还蛮辛苦的哈，先前好不容易才突破了，就是得到了川普的同意，当然必须要给他分润哈。我们也点到这个部分，这么多钱的人一点不辛苦。OK， 那你觉得呢？因为他现在很担心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中国大陆市场的，可是现在就是卡关中。那我们也曾经讨论到说，像晶片发展这种，就是你这一代可能到下一代，很快的下一代就要出来了，你现在卡在这个关。在不可能放弃大陆市场情况，你觉得黄仁勋会如何来应变突围呢？很简单，他公开说他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大陆就会立刻同意晶片可以卖给中国企业。这个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这么简单真的没有问题。毕竟他是台湾出生，所以虽然他现在是美国籍了，但是因为他台湾出生，对不对？所以如果他真的表达这个政治立场，如果他对大陆来说政治正确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你觉得现在大陆方面用技术性的这种方法，好让 H200还是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大陆顺利的销售？可是美方也没有听到有任何的这个声音。我认为川普对这个议题，他可能觉得，我去年能为你做什么，我已经做了，而且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管是川普他团队里面或国会。包含共和党众议员、参议员都反对川普有这个算是开放的政策，让辉达卖这些晶片到大陆去。所以那个时候，川普有碰到很多反对的声音，那他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企业或者是美国上市公司，有很多美国股民都会赚钱他觉得可以条件，因为还是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要先满足美国的需求才可以卖到大陆去，所以还是有一些条件，不是辉达可以随便卖到中国去，有条件，但是基本上是川普是有开放了。对，那我真的认为川普的想法是，我为你能做什么，我已经为你做过了，那你还要为你再花时间
动用我的政治资本 （political capital）。我认为川普已经觉得他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差不多，而且还有另外，去年川普访问中东的时候，黄文勋也有陪他去，然后那个时候中东国家有宣布我们要购买多少个惠达晶片，那川普可能会认为我那个时候也帮你赚很多钱了。那另外去年秋天的时候，川普有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也有跟辉达有合作项目了。那川普真的可能认为，我让你陪团这么多次了，你赚那么多钱，我还开放你卖到中国去，你还有我见习近平的时候提这件事情，或许川普会再次，你还要求我什么？是不是？或许川普会再次提，但是我认为对川普来说，英文有一句话是 low hanging fruit。那对川普来说，这个刚刚有节目开始就有谈到这 3 Bs Boeing Beef Beans。那对川普来说，我见习近平的时候，我讲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会有收获了，立刻会有收获。那我还要花多少时间为回答某一些镜片假话？可能川普觉得no more。我从你的这个刚刚的分享当中，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就是再精明的商人呢，其实面对尤其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夹杂在中美两强之间，特别是在科技竞争下，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案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